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心口巾包饼冰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这款产品分为头部、下半部分、五官、包带。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首先学习头部，头部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与口巾进行缝合。这款产品都是采用十字短针来钩的，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用到的针法有 X 十字短针、W 短针一针放3针、V 短针加针、锁针和引拔针。请看演示。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锁针起针，先打一个结，钩针穿入线圈，开始起针。接着来钩第一圈，倒2表示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依次调锁针上方一根线钩织，钩7个短针。最后一个锁针里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短针一针放3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完成后旋转织片，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6个短针，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的同一位置。起针的线头边钩边藏一下。最后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加针。短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里钩2个短针。与开始的第一个短针也组成3个短针，最后与第一针针目钩引拔针连接。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连接的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连接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在上一圈第一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连接的引拔针的入针位置。
钩织时，线头如果还没有藏完，可以接着藏。完成后，对照图解将这一圈完成。完成后，在第一针上勾引拔针连接，一定要注意，没有特殊说明时，每一圈结束都要与第一针引拔连接并拉紧。引拔针完成，第二圈就完成了。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另一面是反面。下面来钩第三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各一个短针，左侧相邻针目各一个短针加针，继续在左侧针目依次钩6个短针，接着表格中括号 xv 括号乘3，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先是一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加针，一组针法完成。我再演示一组，先是一个短针，接着左侧针目上各一个短针加针，第二组针法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表格图解将这一圈钩完。然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后面剩余圈数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里我说明一下，表格中 R15 到 R36 不加不减 96x， 表示从第15圈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每一圈都是96针，一直钩到最后一圈结束。后面遇到此类格式，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相同。注意，后面几圈不加不减时，边钩边与口径对比，如果相差较大，需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这样头部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头部完成后，下面与口径进行缝合。先剪一段线，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取出头部，找到头部第一圈位置，沿着第一圈将头部对折捏扁，然后在两侧用线固定。接着取出口径，口径有像这样的洞眼，有花纹的一面是正面，另一面是背面。缝合时将口径的正面朝外，放于织物开口处。
将织物的边缘放在口径里面。口径上面的小球一前一后，织物两侧标记位置与口径两侧连接位置对应。为了方便缝合，可以先找几个点进行固定。固定时，将最后一圈织物尽量塞到口径里面。大家将另一侧也固定好，这样口径和织物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开始缝合，剪取口径一圈，长度约3倍左右的同色线材，抽出2股穿入细针，线尾打结，用回针缝的方法进行缝合。口径前后的缝合方法是一样的，我以任意一面为例来演示。将针从后方穿出口径右侧，开始预留一点线头，接着从口径左侧第一个洞眼穿入，同时穿过织物对应位置，注意织物一定要塞入口径里面，穿过预留的线圈，拉紧，同一位置可以再缝一针固定。
完成后，继续从织物左侧出针，右侧洞眼穿入，接着继续左侧第3个洞眼穿出，第2个洞眼穿入，注意一定不要漏掉织片。第4个洞眼穿出，返回第3个洞眼穿入，这样就又缝好了一小段。这样返回缝合的方法就是回针缝，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缝，缝到固定位置时，固定的线可以取下。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织片均匀分布，不要有偏移。缝完这一面的最后2个洞眼处的小线段，往下在织物左侧再缝一次。拉紧，到了织物间隔处，这里不需要缝合，将线从织物里面带到另一面口径位置。
将织物整理好，从口径右侧位置穿出。继续挑洞眼缝出小线段，方法与这一面相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完成后，打结藏线。大家多藏几针，这样口径就缝好了。下面学习下半部分，分为手、腿、身体、裙子、衣领。先学习手，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中途需要换色，请看演示。首先环形起针，接着来钩第一圈，先立一个锁针起立，接着在线圈里钩7个短针，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直接拉紧线头，收紧织片中心，这样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第2圈到第7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针数较少，第2圈完成后需要将正面翻出来。然后再继续钩完剩下几圈。第7圈完成后，正常断线。下面来钩第8圈，取出表格中对应线材，开始预留1米左右的线，然后打一个活结，接着开始钩织。BLO 是表示挑后半针钩织。
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挑后面这根线，是这一根。钩针穿入第一针后面的1根线，注意，因为这里钩了引拔针，所以2根辫子较短，可以用针挑松一点钩织，并穿过打结的线圈，将线勾出，调整大小，这样就换好色了。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后面就是调每个针目后面的1根线，钩一个短针加针。预留的线放在织物的前面，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8圈就完成了。第9圈是不加不减钩织，大家将它完成即可。最后断线，然后取出少量填充棉塞入，接着来钩袖边，这一圈是挑第7圈预留的半针上钩织，钩针穿入第1针剩余的半针，将刚才预留的线钩出，另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3个锁针，后面就是调第7圈的剩余的半针，在每一个半针上都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完成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断线。
将线头藏好。这样一只手就讲完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做一个手。下面学习腿，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中途需要换色，方法与手一样，但是是挑针目接线，不是挑半针接线。大家按照图解将两条腿钩完，完成后都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接着钩织身体，身体是在两条腿上接线，向上钩织。钩织过程中还需要连接手，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请看演示。先取出一只断线的腿，接着取出线材，在断线位置左侧第一针上重新接线钩织。立一个锁针起立，先不加不减钩短针，钩完这条腿。注意，最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完成后，钩2个锁针连接，然后取出另一只腿，在断线位置左侧的第3针上开始依次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挑连接的锁针，依次钩2个短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身体第一圈完成。下面来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依次钩5个短针。完成后，下一针是 A 短针减针，先穿入左侧第一针的前半针，再穿入左侧相邻针目的前半针，
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穿过前2个线圈中勾出，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完成。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用这种方法钩织，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注意，遇到连接的锁针时，就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短针。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第3圈到第8圈，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钩第9圈，这一圈需要连接手，先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左侧针末上依次钩5个短针。接着取出一只手，在手上面依次钩一个短针，6个短针减针，一个短针，完成后，在身体上继续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取出另一只手，重复前面手上的针法。最后，将身体剩余针目钩完。引拔连接，这样手就连接好了，身体第9圈就完成了。然后大家塞入少量填充棉，身体剩余圈数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样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如果腋下有洞眼，就剪1根线，将腋下缝合几针。
拉紧，打结，大家将另一侧也缝好。下面学习裙子，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在裙子上制作装饰，最后与头部进行组装。用到的新针法有 FV 长针加针、K 空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开始预留40厘米线头，然后开始钩锁针起针。完成后，与第一个锁针引拔成圈，注意锁针不要拧起来。这样起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一圈，调锁针上方一根线，依次钩短针。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二圈，立3个锁针起立，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长针。后面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加针。最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一个引拔针。第二圈完成，接着钩第3圈，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针，对应下方第一针，从左侧长针针目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长针。最后引拔连接，第3圈完成。下面来钩最后一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先在引拔针的入针位置上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然后空一针不钩，这样一组针法就完成了。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演示，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空一针不钩，一直钩完这一圈。这样最后一圈就完成了，断线藏线。
记着在裙子上做装饰。剪一根30厘米的单面绸带，在第一圈任意位置穿入，然后就间隔2个短针穿入与穿出。大家将这一圈完成后，打一个蝴蝶结。我再演示一遍。这样，裙子上的装饰就做好了。然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将裙子缝在身体上。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下面取出头部，我这里用小样演示。将身体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将身体缝在头部底部。固定方法没有要求固定牢固即可。这样头部和身体就组装好了。口巾包里面塞入剩余线材或者填充棉塞入，让它定一下形。下面学习衣领，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钩织，请看演示。取出线材，掀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接着从倒数第4针开始，依次钩一个长针，后面就是一一对应钩长针加针，
完成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一行完成。下面来钩第二行，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在下方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空一针不钩。大家按照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空一针不钩的规律钩完这一行。完成后，断线，最后将衣领穿在脖子处，剩下的线藏在身体里面，这样衣领就讲完了。下面学习五官，分为脸部、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腮红和泪珠。先学习脸部，分为主体、头发和花边。先制作主体，再在上面挑针钩织头发和花边。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F 长针、E 长针，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将脸部主体钩完，完成后断线。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钩头发，取出线材，找到第8圈的第35针。从这针开始接线，反面对着自己，挑远离自己的那根线接线。完成后，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接着从左侧针目开始，依次钩4个中长针，挑远离自己的那根线钩织。一个引拔针，一个中长针，一个长针，一个中长针，一个引拔针，一个中长针，2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一个长针，完成后，下一针是61，表示连续钩6个长长针。长长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绕线2圈，穿入，绕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这样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后面针法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完成后，断线藏线，这样头发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脸部花边，找到头发居中长长针之间的这个长针，挑它入针位置的另一个半针开始钩。另一个锁针起立，然后不算接线位置，空2针，在第3针上开始钩8个长针。这里的大括号表示钩在同一位置。完成后，空2针，钩一个引拔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遇到半针就挑半针钩织，遇到针目就挑针目钩织。大家将这一圈完成。最后在接线位置钩一个引拔针，断线藏线。这样脸部花边就讲完了。将脸部放平，接着在头发反面涂一点胶水，粘在脸部主体上。下面学习剩下的五官，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已经完成了。然后取出胶棒，先将鼻子粘在第1圈中间位置，正面朝上。然后取出眼睛，站在距离鼻子3个短针的位置，反面朝上。
接着取出嘴巴，粘在鼻子下方，反面朝上。距离一个短针的位置粘出弧度。完成后，取出眼睛同色线，抽取一股，在眼睛两侧绣2条线作为睫毛。大家也可以直接抽取2股缝合，位置根据自己喜好。完成后，在反面打结长线，另一侧同样。完成后，取出2颗珍珠和1根线，抽取2股，将珍珠缝在眼睛两侧位置，作为泪珠。最后，取出鼻子同色线，在眼睛下方绣腮红。每个腮红绣几条线即可。完成后，打结长线，将脸部主体缝在头部上，剪1根白色的线，我这里用小样演示。先将脸部放在头部上，看一下位置，合适后开始缝合。底边距离身体大约9圈。
可以用一点点胶水固定几个点。然后再开始缝合。都是挑头部表面的几根线和脸部反面的几根线缝合。这样脸部就缝好了。下面学习耳朵，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缝在头部，将耳朵放在头部进行摆放，找一找位置，看看是否合适。我这里缝在口巾包上面，这个扣眼位置。大概粘了4圈，将耳朵预留的线穿入缝针。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这样耳朵的缝合就讲完了。接着在耳朵上粘几个蝴蝶结，取出单面缎带，打一个蝴蝶结，完成后调整蝴蝶结大小。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大约为3.5厘米。蝴蝶结大小调整好后，用胶水固定一下。最后粘在耳朵上，一只耳朵上粘2个蝴蝶结即可。这样耳朵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包带，分为串珠部分和钩织部分，分别完成后与低字扣和龙虾扣组装，请看演示。先演示串珠部分，先剪一根50厘米的头部主体颜色的线，接着取出一个龙虾扣穿入，将龙虾扣放在对折处，
然后穿入缝针。接着取出10颗彩色珠子，穿入，颜色根据自己喜好搭配。完成后，取出一根线，穿入一个龙虾扣，然后将2根线打结固定。稍微调整一下打结位置。最后剪断多余的线段，这样就做好了一条串珠。大家再做一条，这样串珠部分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演示钩织部分。钩织部分是钩的虾辫，这里是由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这里用1根线做演示，后面所说的1根线实际是指2根线，说的2根线实际指4根线。下面开始钩织，先取出线材，开始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先钩3个锁针，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针同时调左侧2个锁针上的1根线，钩一个短针。完成后，顺时针转动织片，调左侧相邻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完成后，顺时针转动织片，调左侧相邻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后面就是根据这样的演示，大约钩50厘米长。
我这里长度不做参考。完成后，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接着取出2个低字扣，缝在虾辫两端。大家将另一端缝好，最后取出串珠部分，扣在钩织部分和口巾包上。这样，包带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